他说让我真不要了，我说不要了，你怎么啥菜事都行啊？女儿不要，我归你母了，我归你母了，我怎么办？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你能消气？你怎么办？你给你叫他我给你局长去吧。等你这个孩子就是死的，你撒口子收了。你别伤心，12点多你们上那去了，最好这个死孩子能全死在我闺女身上。你现在就能是这么个理儿吧？你看那个猪草的爷了个，哗啦说没事了，没事，那个人身上那些青孩子谁看出来？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小薇说案。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一起发生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县的恶性家暴案件。受害人是一位只有25岁的年轻女性刘明瑶。瑶瑶本该有一个大好的人生，成绩优异，性格温柔，但因为一段婚姻和一个错误的选择，她的生命最终被丈夫的拳脚和冷漠彻底吞没。更令人愤怒的是，案件背后牵扯出的不仅有丈夫金浩的出轨、家暴史，甚至他的母亲也涉嫌帮忙销毁证据。案件发生后，当地警方的处理方式更是点燃了公众的愤怒。直到案件移交到肃宁县公安局，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完整梳理这段令人心痛的故事。我们今天故事的女主人公瑶瑶，从小就是大家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她学习成绩优异，高考考了600分，本来完全可以选择一所重点大学，但那一年她因为爱情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她的男朋友金浩高考成绩只有300多分，为了能和金浩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瑶瑶放弃了更好的大学，把志愿调低，跟随金浩去了一所全日制专科院校——石家庄政法职业学院。从那一刻开始，这段感情就注定了不平等。一个是聪明优秀、家庭条件普通的女孩，一个是成绩平平却在当地有些背景的男孩。瑶瑶在这段感情里似乎付出了太多，几乎是把整个人生轨迹都交到了金浩手里。大学毕业后，两人一起回到孟村，金浩进入了检察院，但只是编外人员。瑶瑶则进入了孟村县法院。2021年10月17日，两人结婚。那时候，瑶瑶还沉浸在新婚的期许里，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暴力与恐惧。婚后第10天，金浩叫朋友来家里喝酒，不知什么原因，金浩对瑶瑶动了手。瑶瑶实在受不了，就给娘家打了电话。事后，金浩和父母一起去瑶瑶家里道歉，金浩的父母还打了金浩，这事儿就这样和稀泥似的过去了。可是家暴有一次就有无数次，此后瑶瑶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她总会用各种借口来掩饰，骑车撞到，自己不小心跌倒等等。她不承认是被家暴，不愿让自己的父母担心。2022年，瑶瑶怀孕了，同年9月份孩子出生，瑶瑶就从法院辞职了，专心在家照顾孩子。孩子出生本该是幸福加倍的时刻，她却在一篇文字中低语。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段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职场的不如意，以及那些无法言说的遗憾。我有时候总在想，自己走错了路，去错了学校，遇错了人，又看错了风景。要是能让我回到那一天就好了。至于具体是哪天，我也记不清了。又或许还是太过于年轻了，太理想主义了，以为很多事情都有答案。然而有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这字字如刀，割开了他强撑的笑容。他似乎知道自己错了，但为了孩子，他一次次选择忍耐。尤其是当他于2025年7月
发现丈夫出轨时，她更是痛苦万分。在那几个月里，她情绪波动，思绪纷乱，不常回娘家，不常和家人联系。瑶瑶的弟弟曾说，直到去世前，家人都不太敢去打扰她，因为怕她更难受。可以看得出，一连串的暴力和心理压迫早已让这段关系失衡。瑶瑶在婚姻里付出的太多，背负的太重。瑶瑶也想过离婚，但她始终有一个顾虑：如果我离婚了，现在我没有收入，法院会不会把孩子判给金浩？孩子跟着他和后妈会不会被虐待？会不会受到不良影响？就是这份母亲的担忧，让她一次次选择留下。瑶瑶也想过改变，她曾经和家人说过，等孩子到9月份上了幼儿园，自己就要重新出来上班。她已经应聘好了一份面包店的工作，对她来说，这不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是一种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希望。然而命运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时间来到了2025年8月21日晚，这天晚上，金浩喝完酒，瑶瑶带着孩子下楼接金浩回家。根据电梯的监控显示，金浩已经喝醉了，还用手打了瑶瑶的头部。瑶瑶用手挡了下来，还笑脸相迎，丝毫没有表现出生气、怨恨之意。回到家中，金浩开始质问瑶瑶是否给他的外遇对象白丽颖打过电话。瑶瑶承认说打过，但我们并没有争吵，我只是恳求白丽颖别再插足我的家庭，别让3岁的孩子失去完整的家。可这白丽颖呢，不仅不退让，还立刻打电话给金浩，逼着金浩拿出态度。这天晚上，被激怒的金浩抄起铁棍就往瑶瑶身上砸，腰部被打骨折，头部也反复往地上撞，肺部也因剧烈的冲击受了重伤。邻居说，当时3岁的孩子全程看着爸爸殴打妈妈，吓得哇哇大哭。可这金浩丝毫没有停手。瑶瑶临死前，双手疯狂地抠着墙，硬生生抠出一道长痕，手指缝里全是白色墙灰，那是他对生的最后渴望。直至次日清晨，金浩发现瑶瑶死亡，才联系父母处理。金浩的母亲找来水和干净的衣服，亲手给瑶瑶清洗遗体，试图擦掉殴打的痕迹，想把家暴致死伪装成意外。早上7点多，瑶瑶的父亲接到金浩父亲的电话，说女儿在急诊，让他赶紧到医院，却只字未提女儿已经死亡的事实。当瑶瑶的父亲赶到医院时，眼前的画面让他几乎崩溃。女儿满脸的青紫肿胀，身边的床单布满血迹，整个人已经冰凉。医生告诉他，人已经不在了。这时，也就是在瑶瑶的家属到达医院13分钟后，他们才拨打了110报警。根据瑶瑶家属整理的时间线，8点50分，刑警队到达医院；9点04分，警方到达案发小区，但瑶瑶家中的大门紧锁，屋内有人却不开门。直到9点30分，开锁人员才赶到现场。在此期间，瑶瑶家属多次要求上楼查看，却被警方以需要取证、保护现场为由拦在楼下。等待时，瑶瑶的家属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金浩的母亲在屋内。他们怀疑金浩的母亲不仅清理了案发现场，还趁机销毁了家中的监控。后来警方的通报印证了这一点。10点14分，警方取证完成，瑶瑶的家属才得以上楼。进入现场后，他们发现卧室的床单、墙壁、地板都有血迹和被清理过的痕迹，卫生间和另一间卧室也残留着血渍，而医院开具的死亡报告却赫然写着死因心梗。家属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求尸检。
最终法医鉴定结果揭示了真相，瑶瑶并不是死于心梗，而是因外力钝击导致死亡。案件发生后，舆论瞬间爆炸。金浩一家在当地颇有关系，金浩在检察院工作，父母是公务员，爷爷是医院院长。而瑶瑶家属的控诉，随着网络的发酵，也让办案机关的压力越来越大。公众对家暴致死的指控与官方处理节奏时有摩擦。8月24日晚，孟村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已将金某和张某抓获，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通报还称，经法医验定，死因系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同时，因案件涉及证据争议，孟村本地公安机关将案子移交给沧州市公安局指定，最终交由肃宁县公安局负责侦办。目的是强化独立调查，减弱地方因素干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让案件走向了更公平的轨道。在网络讨论中，有人质疑初期通报的心梗死因说法，有人讨论家暴制度保护机制，有人呼吁司法公正。与此同时，家属也在网络上做出说明，他们不会收取任何赔偿金，也不会出具谅解书。我们就希望犯罪嫌疑人金某死刑立即执行，就是我们不会要他任何的赔偿金，我们也不会开具谅解书。还有，凡是一个涉案人员都不能跑，他们的态度也没有跟我们家里人道歉，到现在也没有，也没有露面。截至目前，金浩和他的母亲已经被警方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但对于瑶瑶来说，一切都已经太迟。25岁的她把生命停留在了2025年8月21日那个夜晚。在今天的这个故事中，有些疑问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澄清，但我们至少可以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思考，一起警醒。首先是家庭暴力的隐蔽性与累积的风险。家暴往往不像突发暴力那样能被轻松的识别。瑶瑶就曾一次次用摔倒、撞伤来掩饰，正是这种隐忍，让伤痕得以累积，情绪得以恶化，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其次是证据毁灭与程序公正。当监控可能被清除，室内被擦拭，现场延迟进入时，很多痕迹会随着时间消失。对于受害一方来说，能否在法律层面保全证据，得到及时无偏倚的侦查，是生死之间的关键。再次是权力与资源的不对等。在外界看来，丈夫在检察系统有身份，其父母在当地也有一定背景，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这就是权钱干预，但在实际审案中，这样的身份差异是否会影响办案机关的态度，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还有受害者的选择与艰难。为什么瑶瑶不选择离开？为什么她一次次的退让？婚外出轨、物质依赖、孩子抚养权、对社会评判的压力，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比为什么不离开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瑶瑶似乎在物质、情感、社会规范中被多重捆绑。最后，制度能否给出救助通道？如果早期家暴求助机制更健全，社工、法律保护、心理干预、报警保护令机制更及时，也许悲剧能被阻止。社会对家暴的重视和制度建构应该真正落到实处。瑶瑶走了，带走的是她生命的未来。但当我们把她的名字念出，把她的经历说出，至少为她立起一盏灯，提醒未来，提醒自己，保护不是口号，制度不是象征，公正或许还在路上，但每一次呼喊，每一次监督，或许都是让这条路更宽、更明亮的石子。如果本期视频你觉得有价值，欢迎点赞、留言、分享，也欢迎你提供更多的公开资料，
线索补充，让我们一起等一个答案。愿瑶瑶安息，愿法律还她清白。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